今天给兄弟们带来一部2025澳大利亚惊悚电影《鬼视频》。友情提示：本片没有阿飘，请大胆观看。小美是一名自由职业者，就像小编一样，在家胡乱剪视频。这份工作难以维持她的生活，就连买一杯咖啡的钱都不够。还好店员比较友善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卖给了小美。回家后看到信箱里有一份工资单，小美为了维持生计，经常给别人剪辑短视频换取报酬。可当她看到工资条后，却勃然大怒，每天累死累活忙成狗。一看工资2500，小美实在无法咽下这口气，随即打电话给对方讨要剩余的工资。可双方当时并没有签订合同，只有在电话里的口头承诺。小美最后也只能指认倒霉。就在这时，小美的男友正好打来电话，小美内心终于平静了一些。她本想向男友借点钱过渡一下，可男友却突然表示，男友觉得人生苦短，不如好好享受生活。无奈小美只能再找其他办法。就在她点了一根蚊香发愁时，电脑里突然跳出了一封邮件。小美好奇地点开查看，邮件内容是想邀请小美为他们剪辑2分钟的短视频，并承诺会付给小美$1000作为辛苦费。小美看到这个金额实在过于诱惑，于是立马回复想先了解一下工作要求。对方也很快给了答复，需要小美帮忙剪辑4条视频，第1条完成后可以拿到$1000，4条视频全部完成后才能结清费用。如果未能完成工作内容，那第1条视频的$1000报酬需要全额退还。小美觉得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，为了确定对方说的真伪，小美询问能否给下发布视频的账号，可没想到对方仅仅回复了一个字。小美见对方不肯透露，便不想再与他交谈。可如今身无分文的她，根本没有挑剔工作的资格。经过内心的一番挣扎，小美决定接下这份工作。于是她立即回复了对方，接下了这份活少钱多的工作。小美本想提供家里的具体地址，方便让对方将 U 盘邮寄过来，可奇怪的是，对方再也没有回复她的消息。就在这时，房东不耐烦地来催小美交房租，可小美的都比脸还干净，根本无法支付拖欠的租金。房东只能警告她，如果再交不出房租，只能从押金里面扣除。小美只能气冲冲地关上了房门。这时母亲发来短信询问她是否找到工作，小美为了不让母亲担心，便谎称自己已经找到工作。第2天，小美想让好友卷发哥帮她介绍一份工作，可卷发哥却非常遗憾地告诉小美，现在找工作比找媳妇还难。他实在爱莫能助，走之前知道小美的经济实力，于是好心地替她买了单。到了下午3点，小美到家后发现门口多了一个包裹，里面正是昨天神秘人寄来的一个 U 盘，而且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需要小美给视频添加一些背景音乐，从而制造出恐怖片的氛围感。小美话不多说，立马将 U 盘插进了电脑，打开后发现里面有2个文件，其中一个是加密的压缩包，文件名写着之后打开。小美只好点开另一个文件，里面共有5个视频。小美将所有的视频都看了一遍，视频内容讲述了一个女人被黑衣人监视，最后惨遭谋杀的事件。以小美多年的剪辑经验，这一看就是一个业余导演拍摄的作品。这种视频小美都不屑剪辑，但为了巨额的报酬，她便开始了剪辑工作。很快2分钟的视频剪辑完成，这点工作量对于小美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。随后便躺在沙发上呼呼大睡，殊不知她的宠物小猫似乎被什么东西所吸引。等小美醒来后，发现小猫昏迷不醒，送到宠物医院检查后才得知是食物中毒，这让小美非常的疑惑。一直以来都是她亲自准备的食物，怎么可能会食物中毒？好在最后小猫抢救及时，并无大碍，但是治疗费用却高达$1200。$1,200?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? 不过小猫是她的精神支柱，最后只能刷信用卡付清了费用。第2天，小美收到了$1000的转账，这让小美顿时感到了赚钱的快乐。$1000就这么轻易到手。这时敲门声突然响起，可走出一看却没有发现任何人影，但地上却莫名多了一个盒子。小美打开后，里面依旧是一个 U 盘。这次的视频主角是个男人，一直喋喋不休地讲话，最后竟然选择上吊自杀。小美看到后瞪大了双眼，她发觉这个视频似乎并不像是在拍摄电影，更像是真实事件。小美赶紧给神秘人发送邮件询问视频的真实性，但对方一直没有答复。小美意识到有些不太对劲，于是决定先暂停剪辑工作。深夜正在熟睡的小美被手电筒的灯光照醒。下一秒，手电筒掉到了地上，小美捡起后在家里四处查看，这时发现自己的电脑竟在播放第1条视频的画面，转身后又发现家里多了一台摄像机，而且显示正在拍摄中，这让小美的内心瞬间产生了一丝恐惧。
好在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梦，但不安的感觉让他不敢再接这份工作。可母亲却在这时打来了视频电话，表示看病的费用还差500美元，想让小美帮忙支付一下。小美听完很快将钱打了过去，不过这让本就不富裕的她更是雪上加霜。于是小美决定继续开始剪辑工作。这时她在视频里发现了一盏红色的熔岩灯，但觉得这很平常，也就没有过多在意。很快小美又完成了第2条视频，她询问对方第2条视频的报酬是多少，对方立即答复了4000美元。这个数字顿时让小美两眼发光，看来后面2条的视频的报酬只会更加丰厚。这时对方给了小美第一个 U 盘里加密文件的密码，里面正是第4条需要剪辑的内容。小美为了更快拿到报酬，特意去店里买了一杯咖啡给自己提提神。这次店员发现小美带了足够的钱，便好奇地询问是不是最近剪辑视频赚了不少。小美却只是一笑而过。回到电脑前，小美开始观看第4条视频的内容。这次的内容依旧是关于谋杀，内容严重引起了小美的不适。据她的观察发现，这些视频内容不像是电影的拍摄情节。就在她再一次想要放弃时，手机提示4000美元报酬已到账。她现在非常纠结是否还要继续。这时对方发来消息催促小美尽快完成，绝对不能离开电脑前。小美突然感觉自己好像被人监视着，内心十分的恐慌，她只能再次暂停剪辑工作。到了第2天，她邀请卷发男来到家里帮她验证视频的真假。等看完全部视频后，卷发男的表情意味深长，他认为视频都是假的，让小美不要惊慌。在卷毛的安慰下，小美也渐渐平静下来。就这样，2人在气氛的烘托下，竟然都失去了理智。小美背着男友和卷毛发生了关系。第2天一早，2人还在睡梦中，突然被房东的敲门声吵醒。小美明白房东此行的目的，于是将这2天赚的钱拿去交了1个月的房租，剩下的她让房东再给她几天时间。可房东只要到1个月的房租不太甘心，2人差点动起手来。好在卷发男及时出现阻止了他们。随后卷发男便提出建议让小美搬去和他住。这边小美男友很快接到了小美的分手电话。 I've been using you and I don't want to do that to you anymore. You're a nice guy, and you deserve someone better than me. 到了晚上，小美再次做了一个噩梦，梦到自己电脑里播放着谋杀的视频片段，这让她感到无比的崩溃。等到白天，神秘人发来了邮件，表示第3条视频的 U 盘已送达。果不其然，门口多出了一个盒子，这次的内容是一个黑衣人在谋杀一个男人的视频。小美看完实在有些绷不住了，于是拿着视频来到了警局。然而警察却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视频短片，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恶搞视频，这些都不足为奇。小美无奈只能选择回家，于是她决定开始自己调查。没想到还真被她发现了一些端倪。她查到很多类似的视频在暗网上都可以搜到，有些不法分子会拍摄这类视频上传到暗网，然后会有其他人高价进行拍卖。小美终于意识到这是在犯罪，于是她不想再参与，随后将视频拖进了回收站。可上一秒刚删除，下一秒就收到了对方的消息，似乎对方在她电脑装了监控似的，吓得小美迟迟不敢回复。小美决定要找一份正规的工作，可面试了多家，全部以失败告终。就在她心灰意冷之时，又收到了神秘人发来的消息，原来小美和她的家人早已被对方监视。她意识到自己在被对方威胁，如果不将视频尽快制作好，那她的家人也会受到牵连。小美思考许久，想到了一计。她得知咖啡店的一个员工非常喜欢剪辑，于是打算将这份工作介绍给他。她想把这个烂摊子推给店员，还向他保证这份工作会得到丰厚的报酬。店员听到丰厚的报酬非常的心动，因为她正好怀孕，现在正是需要钱的时候。小美听到怀孕的消息，实在有些于心不忍，不想因为自己的自私伤害到她和未出生的孩子，于是谎称对方技术不行，拒绝了她。过度的紧张让小美坐立难安。由于剩下的视频迟迟没有上传，对方表示不愿意再等待，现在给小美2个选项。第一个是将她和家人的视频上传到暗网，而第2个是让小美自己用手机拍摄一段谋杀他人的视频，并且需要在12小时内完成。就在小美不知所措时，前男友正好给她打了一个电话。小美不想自己家人的视频被上传到暗网，于是她选择了第2个选项。她决定将她的前男友当成男主角。到达前男友家后，小美开始找好角度，随后在厨房找到一根筷子藏了起来。可面对曾经爱过的人，小美始终无法下手。心情失落的小美来到卷发男的家里，寻求对方的安慰。听完卷发男的花言巧语，小美顿时心里舒畅多了。就在卷发男给小美拿牛奶时，小美突然注意到柜子上的红色熔岩灯，这在神秘人给的视频里出现过。小美好奇地走近查看，意外看到边上还有一个暗道，小美便悄悄走了进去。这里的环境让她似曾相识，通过回忆后，小美才意识到这里正是第2条视频里男人上吊自尽的拍摄场地。原来卷发男也和小美有一样的经历，他也需要拍摄谋杀他人的视频交给神秘人，否则他和他的家人都会受到伤害。卷发男只能按着他们的要求照做，他录制了谋杀视频并成功上传，可没想到神秘人依旧没有打算放过他。
无奈卷发男便想将这个剪辑的工作转接给小美，让自己可以全身而退。得知真相的小美对卷发男失望透顶，她甚至为了卷发男还跟自己相爱多年的男友分手。越想越气的她与卷发男扭打成了一团。这时她拿出藏在靴子里的那根筷子。原来小美早就将手机藏了起来，把刚才谋杀的经过全部录了下来。最后她将视频剪辑完成并成功上传。好了，以上就是2025澳大利亚惊悚电影《鬼视频》的全部内容。整体来看，影片的情节比较紧凑，从主角接受神秘工作开始，到被视频中的幻象纠缠，再到逐渐揭开真相，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悬念和惊悚。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片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